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道教思想对中华文化以及我们华人的影响。这事儿可有意思啦，因为道教可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，它就像我们的文化基因，早就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。先说说道教到底是啥。道教起源于东汉末年，那时候社会动荡，老百姓日子不好过，就希望能找到个精神寄托。道教的祖师爷是老子，他写的《道德经》是道教的核心经典。道教的核心思想就是道法自然，无为而治，天人合一。啥叫道法自然呢？就是说万物都要顺应自然规律，不能瞎折腾。就好比种庄稼，该浇水就浇水，该施肥就施肥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，要是硬来，庄稼肯定长不好。无为而治可不是啥都不干，而是说不要过度干预，让万物按照自己的规律生长。就像放羊，羊群自己会找草吃，牧羊人只要在旁边看着就行，不用每时每刻都去指挥。天人合一就更厉害了，意思是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，人要尊重自然，自然也会回馈人类。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这和道教的思想不谋而合。道教思想对中华哲学的影响可不小，它和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两大支柱。儒家讲究入世，教人怎么在社会里做人做事，道教则更偏向出世，教人怎么在自然中找到内心的宁静。比如庄子就是道教思想的代表人物，他讲了好多有趣的故事，像庄周梦蝶，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庄子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子。这故事其实是在说，人和自然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，人要放下自我，融入自然。这种思想让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开始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，也启发了后来的文人墨客追求一种超脱的生活。在文学艺术方面，道教的影响更是随处可见，好多诗人、画家都受道教思想的启发，创作出了传世佳作。就说李白吧，他可是个道教迷，他的诗里充满了道教的浪漫和奇幻。像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，这句诗不仅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，也体现了道教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。还有苏轼，虽然他主要受佛教影响，但他的《前赤壁赋》里也有道教的影子。他写既浮游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，这不就是在感叹人生的渺小和自然的伟大吗？这和道教的天人合一思想如出一辙。在绘画方面，道教思想也发挥了大作用，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很多都是受道教思想的启发。画家们追求的是一种气韵生动，就是要画出自然的神韵。他们笔下的山水不是简单的风景，而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。比如范宽的《西山行旅图》，那山巍峨雄伟，人走在山间显得那么渺小，这不就是在提醒我们人要敬畏自然吗？道教思想还深入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里，比如说道教的节日在中国特别受欢迎，像春节，道教认为这是天地更新、万象复苏的日子，所以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、放鞭炮，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利。还有重阳节，道教认为99重阳是个吉利的日子，所以人们会登高望远，祈求长寿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道教的一些用语也早就融入了我们的语言，像福祸相依、上善若水这些词，大家都能脱口而出。而且道教的养生文化也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。好多人都知道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神补，这其实就是道教养生思想的体现。道教讲究修身养性，通过调节呼吸、练习气功等方式来保持身体健康，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也越来越受重视。道教思想还深刻地影响了华人的价值观，他提倡的顺应自然、尊重生命、追求自由这些观念，已经成为了华人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比如说，华人都讲究顺其自然，遇到事情不会太强求，这和道教的无为而治思想是一样的。还有，华人都很重视家庭和亲情，这和道教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有关系。道教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，家庭也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，所以要珍惜家庭的和谐。而且道教的上善若水思想也影响了华人的处世哲学，水总是流向低处，滋润万物而不争，这就像华人在社会上做人做事，低调谦和，不争名利，但又默默地为社会做贡献。对于海外华人来说，道教思想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。首先，道教文化是海外华人保持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。在异国他乡，华人面临着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压力，道教文化就像一座桥梁，连接着他们和祖国的文化根源。比如在东南亚、欧美等地的华人社区，道教的庙宇往往是社区活动的中心，许多华人会定期参加庙宇的活动，通过祭拜、祈福等方式来表达对道教的信仰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。
道教思想也为海外华人提供了一种精神慰藉。在海外生活，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，道教的顺应自然、无为而治等思想，可以帮助他们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乐观。许多海外华人表示，道教的教义让他们在面对生活的压力时，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。此外，道教思想还影响了海外华人的家庭观念，道教强调的和谐、包容，与华人传统的家庭价值观相契合。许多海外华人在教育子女时，会融入道教的道德观念，教导他们要尊重长辈、关爱他人，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同情心。在社会交往方面，道教思想也促进了海外华人社区的和谐与团结。道教倡导的包容和尊重，让华人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时，能够更加包容和理解。许多海外华人通过参与道教活动，结识了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朋友，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信任。道教思想对中华文化以及我们华人的影响真的是太深远了，它就像一颗种子，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，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，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文化土壤里，也深深地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无论是哲学、文学、艺术，还是社会生活价值观，都留下了道教思想的印记。对于海外华人来说，道教思想更是他们保持文化认同、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源泉。所以，我们真的要感谢道教，它让我们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，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意义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